上一期视频我们说到，我们可以通过购买指数基金来投资美股，而且可以获得挺不错的被动收益。这个呢，也是巴菲特、查理芒格这些股市大神们推荐的方法。那么我们既然知道买指数基金是不错的投资，我们该选哪些指数呢？美股的指数有那么多。那之前收到我指数笔记的同学们，应该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美股呢，最为大家所知的，也是最受欢迎的两个指数，一个就是 SPY， 还有一个就是 QQQ。那这期视频呢，我先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两只指数之间它们有什么区别，哪个收益更高，同时它们又存在怎样的风险，我们如果二选一的话，选哪个更好？先来说一下 SPY 它是一只 ETF。 那 ETF 又是什么呢？ ETF 是交易所的交易基金，它是多种资产的一种组合，比如说股票、债券、商品或者其他的投资产品，它也是在交易所上市，可以像普通股票一样买卖。那它所不同的就是它里面包含的种类就比较多一点，就像 SPY 它是追踪标普500的指数，也就是说美股市场上最大的500家公司，它全部在追踪它的指数。 SPY 的指数基本上可以代表整体美股市场的一个表现了。虽然说它成立的时间是1993年，但美股市场不是这么晚才开始的，最早的时候呢，可以追溯到1957年，那个时候就开始追踪500只美国的股票了。同时呢，它是一只非常大的指数基金，它的体量非常大，所以说那些大的基金公司，甚至是养老金或者是保险机构都可以买这只指数。他们也知道买指数靠谱，是不是？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些机构都买了，可以支撑这只股票价格相对于稳定。SPY 同时它是一只被动管理的基金，它呢追踪的是整个美股最大的500家公司，然后呢根据这些公司的市值加权分配投资的比例。这就是为什么大公司像这些苹果啊、谷歌这些公司在 SPY 当中的所占的投资比例更高，因为这些公司的市值更大。那这个基金的管理者呢，平时也不主动的去选择股票或者是买卖，就是只是一个追踪的作用。只有隔一段时间，这些公司当中的成分股发生变化的时候呢，他才做一下调整。这个好处呢，就是因为管得少嘛，精力花得少，所以说它的费用就非常低。还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近些年大家发现很多主动管理的基金都打败不了像 SPY 这种被动的指数基金，这也就是大家现在所说的90%以上的基金经理都打败不了大盘，基本上就是说的 SPY 标普500。再来说一下 QQQ， 它能成为最受欢迎的基金之一的原因呢，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它这个名字又好听又好记。它同样呢也是一只 ETF， 追踪的是纳斯达克100的指数，就是整个纳斯达克里面最强的100家公司，它就追踪那个指数。所以说它里面涵盖的是更多的是像高科技啊、高增长的这些公司，收益就非常可观。这种大家耳熟能详的高科技，像苹果、微软、亚马逊、脸书、谷歌、特斯拉都在里面。那 QQQ 它成立的时间呢更短一点，是在1999年成立了。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就是一般都是追踪整个纳斯达克的指数。说我们当时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看整个纳斯达克的。它的资产规模呢也非常大，虽然没有大到像 SPY 那么大，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体量。同时呢，它也是被动管理，收的费用也非常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SPY 和 QQQ 其中到底包含了哪些行业。我们买一个礼盒都想看清楚里面到底是放巧克力饼干还是奶酪起司的，肯定想挑个好的，万一挑个不好的回去自己吃吧也难受，送人还得罪人，丢掉的话也是一笔损失。更不要说我们花了几千上万去买了一只指数，我们肯定想知道它里面的公司到底好不好，是不是它的行业是成长性的行业。那我们可以看到 SPY 和 QQQ 第一大持章的话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有一些什么公司呢？比如说是苹果、微软、英伟达、台积电，都是属于信息技术的。那 SPY 有25%的权重， QQQ 呢有接近于50%，是 SPY 的2倍。第二个就是通讯服务，通讯服务的公司就像谷歌、脸书，还有那个 Netflix，就是
就是奈飞看电视的那个公司，对。然后呢 SPY 它是8%的一个持仓， QQQ 又是它的2倍，是16%的持仓。从这边就可以看到 QQQ 的话，它更看重于是高科技的高成长的一些公司。接下去呢，就是非必需消费品，比如说是衣服、鞋子、包包啊，医疗保健的，还有必需消费品，就是像食品这些，工业、能源等等，在其中的比例都比较小。像材料、房地产 QQ 是没有的。然后再来看一下 SPY 和 QQQ 的前10大持仓，它前4大的话基本上都是一样，苹果、微软、亚马逊、英伟达，所不同的只是它们持仓比例不同。那有些朋友问我说，我能不能买一些蓝筹股啊？那什么是蓝筹股呢？那你看这些公司，对不对？大家都买的公司，那就是蓝筹股了。再往下看，其实这2个表情应该是高度重合的，像谷歌 Meta 就是Facebook 嘛，脸书，然后特斯拉。这些的话，前10大持仓当中，他们都是一样持有的。所不同的呢，就是SPY 多了一个伯克希尔哈撒韦，就是巴菲特老爷爷的基金公司，还有一个是医疗健康的联合健康。那 QQQ 的话，多一个 Adobe， 就是做一个软件的公司。之后的话，还有一个博通，它是半导体的一个公司，基本上80%的重合。接下来我们来看流动性，做投资的流动性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一只股票或者基金它的流动性低，那你卖的时候就没有人接盘，买的时候又没人卖，一有个风吹草动，这个价格就忽上忽下的，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正经的投资者敢去买，除了那些专门做投机的日线操作的那些技术型比较牛的投机者的话，那基本上长期投资的话不会选流动性低的股票或者是指数。像我们这些偏保守的投资者的话，我们尽量选流动性高的。那什么是流动性高的呢？像 SPY 和 QQQ 就是2只流动性非常高的指数基金。SPY 的话，它管理的资产是有3634亿，那 QQQ 的话呢，虽然是少了一半，也有1946亿了。它的日均交易量，它每天的交易量有多少呢？ SPY 有337亿，然后 QQQ 的话是167亿。那这个怎么样呢？我给大家做个比较吧。特斯拉是一只更大的股票，对不对？它比 QQQ 还要大，它有市值的话是7000多亿，日均交易量的话是1.2亿，然后甚至于超过了 SPY 和 QQQ， 真的是非常大的一只股票了。所以说特斯拉做空的机构也非常多，一上去就被做空，一上去就被做空。那我们看另外一只也是最近非常流行的 OpenAI 的股票，非常非常火热。它的市值这么火热，这只股票它市值有多少呢？34亿，是多少？几十分之一吧。那它每日的交易量是多少呢？是700万。所以说这只股票你去看它股价就可以了，上蹿下跳，上蹿下跳，抖得跟什么一样，跟心电图一样。所以说我们刚刚开始学习投资做尝试的时候呢，尽量买市值大的、交易量的股票，大的、好的、贵的。那说了这么多，这2只指数可以给我们赚多少钱呢？那我就直接截取了 Fidelity 的一个数据。SPY 的话，截至今年年底有20%的收益，那 QQQ 呢有47%。为什么1年期的那么少呢？是因为美股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才开始从熊市开始反弹，进入一波上升行情。那去年的时候它还在底部趴着呢。那3年期的话，基本上差不多是10%左右，比较多的话是看10年期。10年期 SPY 的涨幅是11%，然后 QQQ 16.5%。那为什么差那么多呢？其实从之前 SPY 和 QQQ 它里面的成分股的涵盖比例，大家可以发现，因为这10年是美国高科技公司飞速发展的10年，那高科技公司 QQQ 的占比又比SPY 多了整整1倍，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10年间 QQ 的收益会比 SPY 多了几乎50%。刚才我们看的是10年之内的回报率，那我自己计算了30年的回报率，因为 SPY 跟 QQQ 的历史都没有30年，所以说我用他们追踪的指数 SP500 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那 QQ 的表现肯定会比纳斯达克的整体指数要好，因为 QQQ 是纳斯达克前100家最大的公司。OK， 好，那我们看一下就是
大致做下参考吧。SPY 的就是标普500，它30年的回报率呢，整体是887，那平均到每一年的话呢是7.55。那纳斯达克的话，它30年的回报率是1789，这个数字一直在变啊。上周我录视频跟这周就不一样了。那它的30年的平均每年的回报率是10.07，可以对比一下，纳指要比标普500还是要高3%的点。看一下费用 ，SPY 的费用是极其低，0.0945%。QQ 的话呢，费用是0.2%，几乎是 SPY 的1倍还多一点。但即便是这样子，比起有一些1%点多的主动管理型的基金呢，他们已经算是非常物美价廉了。更气人的是，那些收1%点多的主动性管理基金，长期的收益来看，还并不一定打得过这2只指数基金。说完收益，说风险。SPY 的话，它有一个是经济周期的风险，非常简单嘛，因为它 SPY 是代表整个美股市场，那经济的成长它也有成长期跟衰退期，同样影射到了股市上面的话，也会有牛市和熊市。那你的钱放在那边，牛市的时候肯定是涨得非常好，那熊市的时候必定也是会下跌，除非是你会非常分析市场，那牛市的时候你就买入，然后熊市的时候你就卖出，不然的话呢，你的资金放在那边肯定会有涨涨跌跌的。但是呢，就是也可以放心，因为整体市场我们看了，不管是10年也好，30年也好，它整体上的话是上涨的。你的收益如果放的时间一旦长，它平均下来每年的收益也有7%到10%了。还有个风险呢，就是它的行业覆盖过广，这是它的缺点，其实也是它的优点，因为它它除了高科技的一些行业之外，像水电呐、石油啊、卫生纸啊这些，它都包含在里面了。那市场上涨的时候呢，它涨得就会比较慢，相对于 QQQ 而言；但下跌的时候，它跌的就也是比较慢，因为不管经济再差，你总得用水电吧，你总得加油吧，波动性会相对较低，所以说这不能说它的风险，应该说是它一个特性吧。那再来看一下 QQQ， 同样它也会面临经济周期的这个风险，股市嘛，避免不了。那经济周期下降的时候 ，QQQ 跌的会比 SPY 更多，因为它有更多的成长股在里面。那然后呢，就是它的行业过于集中，50%的仓位吧，基本上就是在前几大科技公司中过于集中的风险，在 QQ 身上体现得非常强。科技风险，待会儿我们看一下2000年科技泡沫的时候 ，QQQ 的跌幅是非常惨的。当然，除了这些特定的针对这2个指数的风险之外，大环境的普遍性风险也是存在的，比如说是市场风险、经济衰退啊、通货膨胀啊、利率风险啊，整个利率上涨，那股市就跌得一塌糊涂。还有政治方面的风险，如果出现个贸易战，那中概股就跌得比较惨了，对不对？这些大环境之下也会同时影响股市，进而影响这些指数。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美股的近几十年熊市当中，标普500和纳斯达克它回测的情况，跌了有多少？我用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是因为 SPY 跟 QQQ 在1990年之前它就没有历史了，所以说我就用他们对标的指数作为参考。那我们刚刚经历的熊市呢，标普跌了27%，纳斯达克跌了35%。再往前几年的话，基本上跌幅都差不多，虽然有个区别吧，但是大差不差。比较特别的是1990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呢是高科技刚刚开始的比较不太稳定的那一段时间。2000年的时候遭遇了高科技的一个泡沫，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纳斯达克的跌幅是标普500的50%以上。2000年的时候跌了3年，纳斯达克真的跌了77%。98年和90年的时候呢，纳斯达克的跌幅同样是在标普500的10%以上。大家从图上也可以看到，那段时间，纳斯达克的跌幅在 SPY 来说的话，是真的是远远低于 SPY。那如果这2个指数让你选一个的话，我们选哪个呢？我分别从流动性、回撤、收益还有费用这4个方面跟大家分析一下。从流动性上面来说呢， SPY 是 QQ 的2倍，不管是它的市值还是它的日内交易额，都是 SPY 更好一些。回撤上面同样 SPY 跌的比 QQ 少，虽然近几年的话它们2个基本差不多，但是一旦发生大的黑天鹅事件或者是成长股的泡
沫事件的话呢，那 SPY 的回撤就会比 QQQ 小了接近50%呢。那收益方面 QQQ 要遥遥领先于 SPY， 30年的话它的收益是10%，SPY 只有7.5%，然后10年之内的收益的话 QQQ 也高于 SPY 50%。费用上面来说呢，两个都非常低， SPY 更低一点是 QQQ 一半，但是因为他们都很低，其实这个可以几乎不考虑，在收益面前几乎不用考虑。那看到这边已经决定好买哪个指数的小伙伴呢，先暂停一下。如果看过我笔记的小伙伴应该可以发现，除了 SPY 和 QQQ， 我同时提到另外2只指数是 VOO 跟 QQQM。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呢，这2个可能更加合算一点，因为它的费用更低。那想要笔记的小伙伴可以视频下方直接点击，然后就可以收到我的邮件啦。最后我们以美国总统经济顾问伯顿·马尔基尔的话作为结尾，经验最终表明，指数基金买家可能会获得超过典型基金经理的业绩，而典型基金经理的巨额咨询费用和大量的投资组合周转率往往会降低投资的收益率。指数基金是一种明智实用的方法，可以完全不费力，费用最低的获得市场回报率。好，谢谢大家观看，拜拜，我们下期见。